蒙古族是马上民族，他们在马上降生，在马上成长，甚至在马上死亡。成吉思汗是个马上皇帝，他跨马挥刀，统一了蒙古草原，攻下了金朝的中都。除了他卓越的政治和军事才能以外，还仰仗着他训练出来的好像屁股长在马背上的一支军队。宁安，你说的郭宝玉是什么人？汉人，在什么地方？汾阳，干什么的？汾阳郡公兼蒙安。哦，哎，你困了是怎么的？说详细一点好不好？您怎么这么性急呀？这个郭宝玉是唐朝名将郭子仪的后人，文韬武略无所不精。虽然在金国为官，却一直盼望着能有这么一天改朝换代。哦，那个耶律楚材是不是？啊，对。耶律楚材是契丹贵族的后裔，大辽国东丹王八世玄孙，其父官至金昌宗尚书左丞，花甲之年老来得子，就是这个耶律楚材。他父亲用了个汉学典故“楚虽有才，进时用之”，取名楚材，字近卿，暗示日后必为他国所用。此人自幼博览群书，尤通经史，旁及天文、地理、历法、算学、佛学、老庄学、医学，还有占卜。城存我存，城亡我亡，宁肯战死，绝不后退。城存我存，城亡我亡，宁可战死，绝不后退。走。就说中都吧，常言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中都城高池深，本来难以攻破，且困兽犹斗。目前攻打中都还不是时机啊。我也只是为了让者别试探一下中都的虚实，顺便敲山震虎，吓唬吓唬那位傲慢的君主。你说的是当今的皇上？你看我能打败他吗？当然。不仅因为大汗善于用兵，将士勇猛，万众一心，所向无敌，而且因为金国自熹宗之后，军庸陈昏，政出无状，官吏凶残贪婪，横征暴敛，致使中原汉人、契丹人，甚至女真人民怨沸腾，期盼改朝换代，失民心者失天下，此定数耳。那么我能一统华夏吗？只要举措得当。什么意思？一、收拾民心，得民心即等于得天下；二、先取西南，再连宋灭金。先取西南，再连宋灭金。不错，
中原势大，不容忽视。西南驻藩主勇悍可用，大汗应先取西南，再连宋灭金，中原唾手可得。不错，说得好。辽东乃女真龙兴之地，一旦在大汗攻打中都之时，辽东举兵掣肘，大汗就要腹背受敌。大汗可先派人取之。你的提醒很重要。木华黎，你立即发兵拿下辽东。是。明安先生，你说的对，读书人是比工匠更有大用啊。大汗，大汗，完颜刚像条蛮牛，死战不退，为什么不给我增援？你撤下来了吗？撤了。完颜刚像疯了一样。啊，坐下，坐下，听听郭先生的高论。各位爱卿，完颜刚将军赶走了鞑的人，保卫了中都。自开战以来，她是第一个打败铁木真的女真英雄，朕为她庆功，大家满饮此杯。不喝酒啊！亡国无日了，他倒有心思歌舞升平。皇上，退下！辽东失守了。丞相，快派人夺回辽东啊！快派人同铁木真讲和。金国使臣都元帅兼平章政事完颜成辉觐见蒙古国成吉思汗。元帅请起，我知道你和胡沙虎、朱虎高齐之流不同，是金国里为数不多的可敬重的敌人之一。请起，坐到上面来。谢大汗。谢座，请。为了议和，我3次派人去了中都。今天完颜都元帅亲临我的营地，一定是有好消息告诉我了。哈，我朝百官共议，圣上定夺，与大蒙古国缔结合约，永世盟好。你们总算是有了答复。你们女真人在中原轿子坐久了，办起事来就赶不上我们骑马的痛快。事关大金江山社稷，自然要反复斟酌的。我清楚，你们一定是想，3年前你们兵马强壮，我拒绝议和；3年后你们国力虚弱，我的兵马由10万增加到数十万，反而主动议和，其中必有奸诈。哈，众说纷纭，情有可原。告诉你个秘密，我累了。女真人入主中原，灭辽国，打宋国，我们蒙古人在草原上放牧，没有妨碍过你们。你们的熹宗皇帝无故杀死了我们的先祖，
逼迫我们臣服不算，还每3年到草原上剪钉一次，屠杀我蒙古百姓。那个魏王永济生年要趁我送岁币的时候，把我钉在木驴上，哼，真是欺人太甚，所以我才兴兵复仇。现在他愿意议和，很好，谈谈条件吧。圣上下旨，将齐国公主献与成吉思汗为妃，效法汉昭君出塞之先例，以结亲近之好。哦，永济的女儿，这可真是长生天的安排。那么，对于我的这些苦战了3年的将领们，贵国想怎么样安慰他们的愤怒，抚慰他们的劳苦呢？我已带来了500童男，500童女，侍奉将士们起居洒扫，令战马3000匹，以补偿贵军军马之缺损；金帛食物100车，以供贵军回国路上不时之需。公事就算办妥了，咱们谈点别的吧。你看看我的将士们怎么样啊？还算骁勇强悍，不过什么？听说他们中有些人嗜杀成性，或以杀人为乐。我不要这样的屠夫。武力可以杀人，不能服人。哼，我身边站的是耶律阿海、耶律不花，还有明安，他们都是金国的官员，仰慕我的威德，望风而归的。你笑什么？我庆幸这里面没有一个是女真人。哼，汉人、契丹人不忘灭族之仇、亡国之恨，这正是贵国的心腹之患呐。但愿大汗不要重蹈覆辙。好胆量，好口才。我此次进军中原，只是为了报仇雪耻，伸张正义，并未打算灭人亡国，故此才主动提出与贵国议和。哦，大汗什么时候退兵呢？哦，我还没见到齐国公主呢。哈哈，在下立即回中都，送齐国公主来北口，与大汗完婚，之后亲自送大汗等出居庸关。哎，怎么敢劳动都元帅远道相送呢？不，完颜成辉受皇上重托，定要护送大汗早日出关。你是怕我不履行合约吧？哪里，大汗一言九鼎，完颜成辉是待皇上尽地主之谊而已。好吧，我倒是愿意把话说在明处。贵国假如反复无常，有意践踏合约，我能容忍，我的马刀不能容忍。公元1214年春，成吉思汗审时度势，主动议和，带着齐国公主和俘获的人财物退回大草原，休养生息，等待时机。而本来可以得到喘息之机，重新振作的金国，却在接连不断地发生内讧。胡沙虎！哎，胡将军，胡将军，朕待你不薄啊！我屡次力排众议，没有杀你，你不可恩将仇报啊！胡将军，胡将军，胡将军！哎，哎呦，胡将军，胡将军！胡将军，你把我放了吧！我把江山分给你一半，我求求你放了我吧！呸！你的那一半大金江山已经丢给蒙古人了，没你的份儿了。像你这样无德无能之辈，再不让位，大金臣民将会死无葬身之地。你要是个明白人，自己去死吧。那样，你还算是一个阿骨达的子孙。胡沙虎，你这个乱臣贼子！我悔不听涂山一的金玉良言，真是养虎遗患了。可是你胡沙虎也不得好死。
魏王永继无道，大金将亡，我胡沙虎挽狂澜于既倒，只得逼其退位。但天下不可一日无主，我自愿受命于危难之中，暂任监国都元帅，总揽一切军国大事。你给我站起来！大金将亡，只因将帅非人。你胡沙虎屡战屡败，其罪不在魏王之下。魏王退位，你有何德何能，又有何脸面敢自任监国？哼！天子不明，将帅有志难伸，有才难展，损兵折将，全是魏王一人之过。一派胡言！你身为西京留守，却不战而退，也是魏王之过。在守居庸关，又让蒙古人破关而入，直捣中都，也是魏王之过。老匹夫，自古道小过不掩大德，胡沙虎监国，废除昏君，功盖天下，将流芳千古。呸！弑君谋篡，乱臣贼子，你胡沙虎只会遗臭万年。完颜无道！谁敢为魏王永继鸣冤叫屈，反对我监国，这就是下场。将刀拖出午门，报时3日。成吉思汗。郭宝玉的话有道理，连宋灭金。你们这次去宋朝的目的，就是要让宋朝在南边牵制金国，这样我们打起金国来可就容易得多了。是。如果说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失败和灭亡是由于敌手的强有力和举措正确，然而一定还有它自身的原因。常言说自作孽不可活。成吉思汗正谋划连宋灭金的时候，金国中都刚刚继位的新皇帝已经在歌舞升平了。完颜兄，啊，丞相，3年多了，总算过上了太平日子，咱们干一杯。哎，在我做丞相的时候，送走了齐国公主和1000童男童女，大批金银玉帛和可以供蒙古人在打回来时骑乘的战马，换来了御花园的歌舞升平，我真是功德无量。啊，丞相，您何苦自责呢？和亲之举自古有之，并非我朝独创。只要是利国利民，这也算不上什么耻辱啊。即便如此，也应10年生聚，10年教训，安抚黎民，富国强兵，以备不测，而不是苟且偷安。涂山义丞相又在发表什么议论呢？你们在议论什么呢？涂山义丞相的意思是，我国正可利用议和时机做中兴之长远打算。涂善丞相想得很对，朕已同胡沙虎左副元帅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其一，速派宣抚使宣抚各路安基黎民，令有司举报阵亡者子孙，以备录用，同时大赦天下，以收民心。皇上圣明，各位举杯。其二，趁蒙古人退兵之际，放弃中都，迁都汴京，依靠黄河天堑，与蒙古人对敌。为皇上的圣明干杯！皇上，
万万不可迁都啊！哎，你看，为国旗这是对呀，这样不要南迁了，哎呀，中不要了，哎呀，放弃对不满的老百姓，对，靠黄河天堑呀，老百姓是不是要迁都？是啊，哎呀，怎么办啊？老百姓就不管了，哎呀。好，赵房，给大家念一念。好。皇帝陛下，鞑靼南侵，国难当头，理应军民同心，方能共纾国难。今陛下南迁，其生民于水火，势必民心离散，军心瓦解，亡国无日矣。强敌在北，栾虞趋南，鞭长莫及，何言抗敌？中都不守，北土必失，宗庙社稷，势将沦丧。我等臣民不忍国土丧失，切望陛下收回成命，固守中都，国家兴盛，万民兴盛。好，赵房，来，大家签名吧。丞相，请多珍重啊！老臣已年迈古稀，死不足惜。只有一件事放心不下。丞相，请讲。今日已屈辱求和，自当珍惜。聚兵击粟，固守京师，此乃上策。辽东乃我朝根本，依山临海，有天险可为屏障，备御一面再作后土，此乃中策。贵都迁都开封，虽有黄河滔滔，但南有宋国，西有西夏，北有蒙古，三面受敌，故此失彼，此乃下策。万望皇上不可出此下策。丞相，我们会尽力的。把我的骨殖送回上京回明府，交给我的家人。别难过，我比你幸运。我看不见大金国灭亡，那景象一定很惨。丞相，文章写得不错，赵房年兄才学大有长进呐！啊，哎呀，谁让你来评判文章了？是让你把名字签在第一个，同我等一起向皇上上书。不，我已经皈依佛门，受教于万松老人，跳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了。楚才兄，我是湛然居士，法号从元。你国难当头，你不闻不问，却蹲在这里吃斋念经。西天如来和观世音能保证铁木真不再杀来吗？我佛慈悲。哼，耶律楚材，你是个怕死鬼！
上预览了诸位的奏章，对尔等忧国忧民之心十分赞赏。那么国都不再南迁了吗？皇上南巡，太子和我等留守，并不是要放弃中都吗？既然中都不想放弃，皇上还有什么必要南迁呢？大胆！奉劝你们让老百姓都退回去，否则我的士兵打不过蒙古人，还打不过你们吗？你好威风啊！默念晋中大人，我们既然敢上书皇上，就不会怕死。诸位冷静，大家都是为国为民，何必剑拔弩张？赵方，此事大局已定，难于更改了。诸位就尊重圣意吧。事关国家存亡，焉能听之任之？君等大义凛然，臣会十分敬重。在下遵旨留守中都，尚需诸位鼎力相助。若惹怒龙颜，一其治罪，岂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我等生死何足挂齿？社稷存亡，却事关万民安危。涂山叶丞相因反对迁都，已忧愤而死。我等再无畏牺牲，谁来守卫中都啊？我完颜成辉，所以隐忍不言，不为苟延残喘。苍天明鉴，为中都100万黎民耳。走吧。小宝贝儿，叫阿爸。叫啊。哎呀，呼兰，你是一只纯净河水中的蚌，给我生了个珍珠一样的宝贝儿子。大汗，也许她是个女儿更好一些。哦，如果是个女儿，长大了可以嫁给部落的首领或者哪位爱将，让他们对大汗永远忠心。是儿子又怎么了？我看见察合台和朱赤，他们俩像公羊一样顶撞。我真不知道这孩子长大以后，在他的4个功勋卓著而又强悍有力的哥哥眼里，是什么样的地位？什么地位？哼！你的儿子将和博尔贴的4个儿子享有一只羊羔也不差的同等权利。那对他一定是福吗？只要我活着，我的儿子都是尊贵的。大汗，那牙说有军情禀报。何丹，好好照顾呼兰和这个孩子啊。好的。大汗，这孩子叫什么名字？叫阔烈坚吧。大汗，我们派往宋朝的和亲使节被金国扣留了。哦，金国皇帝的胆子大起来了吗？金国的新皇都迁到南京了。有这2条就够了。我要用马刀教训那个金国皇帝。和我成吉思汗不讲信义，是要流血的。公元1214年6月，蒙古军第2次讨伐金国，由北口进攻景州、冀州、单州、顺州等地。7月，金太子完颜守忠逃出中都。10月，木华黎进攻辽东。公元1215年正月，蒙古军破通州，逼近中都。3月，金守将完颜成辉送血书至开封，请求增援。新皇帝派文职官御史中丞李英增兵运粮，支援中都。
4月，增援部队被蒙古军消灭于霸州，中都粮尽援绝，危在旦夕。快点，快走！听说完颜丞相技艺守城大事，我让人杀了一匹战马。来吧，死了也别当饿死鬼，吃。把战马都杀着吃了，还怎么出城退敌呢？什么？还出城退敌？如果说南京在此增援之前，能不让蒙古人打进城里来，那就是你我的造化了。皇上还能再派援兵吗？如果不派援兵，不用蒙古人进城，不出半个月，我们都得饿死。自圣上和太子南迁，我就准备以死报国了。现在，就让我们死出个样子吧。你们真的要以死报国吗？我明末年尽忠。看来真的要为皇上尽忠了吧？如果皇上是个明主，倒也值得。那你是说突围逃走？只要能突围出去，自有尽忠的机会。强似在这里坐以待毙。丞相，完颜师姑说的对，逃吧。好吧，人各有志，不能强求。你们走吧。来呀！丞相，让士兵们打开四门。铁木真是不杀不抵抗的军民的。丞相，这你也去逃命吧。那您呢？我嘛，识君之路，忠君之事嘛。陛下，臣不辞危难，受命留守中都，岂料臣无旷世之才，难当监军之任。中都旦夕不保，与其低手就擒，莫如以死报国。望陛下多多保重啊！罪臣完颜成辉泣血顿首拜，贞佑3年5月2日。他喝了鸩酒，太可惜了。他是个英雄，就按女真人的礼节，厚厚安葬吧。嚯！哎呀！啊，好新鲜呐！这金国的皇帝倒是很会享受啊。哎，你说他们是怎么想出来的呢？啊？哎，可惜啊，这金銮殿若是也像咱们的大帐，用牛能拉走就好了。就是。哎，你的头里面装的是牛脑子吗？宫殿拉不走，宫殿里面的好东西还拉不走吗？啊！我早就想好了，好东西一样也剩不下，全拉回草原去。好，
把紫禁城里的好东西都给我运走。大汗，中都的府库都已派人看守好了，所有财物正在装车，马上运走。啊，那个耶律楚材找到了没有？啊，我派人去他府上，府上人说他不知去向。你带500人把他的府地保护好，不许任何人骚扰。是。这个耶律楚材好大的架子，他又不会打仗，要他有什么用？哎，有用没用，见着面才知道吗？对，没用，再杀他也不晚。不，他不肯为我所用，再杀了他。大汗，中都府库和进城的东西，我全都拉出来了。好，办得不错。纳牙在，传我的命令，将士们辛苦了，让他们进中都里强掠3天。是。赵方兄，哎呀，你何必自寻短见呢？啊，你不是要跳出3界外？你不是不在5行中？我就要烧到佛堂里来了。赵方兄，赵方兄。楚材兄，受成吉思汗委派，兄弟已经在此恭候多时了。郭兄，在下以为，有郭兄这样的名将辅佐成吉思汗，他的军队应该是仁义之师。想不到，你竟帮他把军队训练成了盗匪和杀人犯。楚材兄，小心祸从口出。他不是要见我吗？带我去见成吉思汗。楚材兄，如果您是这种剑法，那还是不见得好。你怕他杀了我？我已经入了空门，自然早将生死置之度外。走吧，带我去见成吉思汗。亡国之草民耶律楚材，这厢有礼了。哎，跪下呀！哼，你们看，乌特萨赫，大汗说你的胡子很长，很好看。在下我会说汉语、契丹语、女真语，也懂得蒙古语。大汗，且不必先谈论在下的胡子。我想请教大汗，您的军队现在在城里做什么呢？给中原汉人、蒙古人报仇，也是替你报仇吗？替我报仇？不错，你是契丹人，对不对？不错。你们的辽国和金国是世仇，我打败了金国，当然是为你们契丹人报了仇嘛。错了。什么？在下一家已有3代是金国的臣子。耶律楚材怎敢仇视君父呢？楚材兄，切！压迫蒙古、残害蒙古者，金国的皇帝与官吏儿，与中都百姓有何干呢？
大汗纵兵掠夺中都百姓，我请问，这是报仇还是结仇？大胆！我想让你在我的左右，随时解答我的疑问和提醒我的遗漏，你肯吗？提醒你的什么遗漏？如果说提醒你还遗漏了什么地方，什么东西没有被强掠的话，在下不会、不能、不敢，也不信。你找死！铁木真，你打算让我怎么死？你真的不想为我所用？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您是不是个明君，我不敢妄论，但你现在的所作所为，倒像是个暴君。我为什么要选择你？杀了他！来人，在。大汗息怒。快马进城，命令所有蒙古军队立即撤出中都城。是。长胡子，你是一个既诚实无欺又忠于所事的人，我敬佩你的胆识和人品。你肯辅佐我吗？能为一代雄主略尽绵薄，耶律楚材三生有幸。先生请起。请大汗请。成吉思汗这个世界征服者，一生中有2次看来是极不和谐，然而又是非同寻常的邂逅。一个是日本学者所说的给西征送来了一阵清风的道教真人丘处机，而另一个就是这位不仅对成吉思汗，更对他的子孙有重大影响的崇佛宗儒的耶律楚材。